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前阵子我们在聊铲子超人的时候呢，我看到有许多朋友的留言，那他们都称赞台湾人民的善良与爱心，那还有很多人以身为台湾人自豪。那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再做些什么来让大家看见人性的善能量呢？因此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位台湾善能量超人的故事。不过就像一位朋友留言说到，我们频道确实需要订阅超人，所以呢，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记得要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呢就能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如果要你开餐馆，而且一开就是50几年，那更困难的是这50几年的生意都是赔钱，你会愿意吗？在台湾高雄就有这样的传奇故事。这位阿嬷叫庄珠玉女，1920年出生在台湾澎湖，后来跟着先生一起搬到高雄。她看到许多码头工人生活很困苦，所以从1950年代开始呢，就把自家公司的仓库免费提供给工人住，同时还免费供餐。但是100-200人吃饭花销实在太大，她不得不收费了，白饭5元，配菜5元，这样就卖了50几年的自助餐。那10元阿嬷的称号就这样诞生了。大家知道10元新台币相当于0.32美元，而且从来都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涨价。那不管客人吃多少都是这个价。那不用说你也知道，这绝对是一门赔钱生意。但是阿嬷从来都无怨无悔，每天都勤勤恳恳的备菜、煮饭、开店。那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总是说工人收入很少，担心他们会吃不饱，会饿死。那为了经营这家小店，阿嬷还总是抽空去捡废品，做资源回收，换点小钱来贴补买菜钱。那后来她还把自己的7间房子通通卖掉，只为了让工人能够温饱。10块钱吃到饱，要头工人拢做好吃你不给费拢给你卖出来摊不过阿嬷的善举也让孩子们头疼了，总是劝他把店收掉。但是阿嬷总是严肃地说，那工人怎么办？要去哪里吃饭呢？阿嬷的大爱大义也感动了周边的人。那许多卖菜给阿嬷的摊商都效仿阿嬷半买半相送，有时呢还让阿嬷赊账买菜，却不记账。他们说就当作是跟阿嬷一起做功德吧。那阿嬷的生意照顾了上万人，直到她80岁中风了，不得不因此歇业。但即便中风住院没法做生意，那阿嬷心里也始终念念不忘着那些生活艰困的工人们有没有饭吃呢？看心讲要到不到人家。2015年2月，阿嬷安详地辞世了，享寿96岁。在阿嬷的告别式当天，现场涌入超过3000人到场致敬，送到现场的花篮排列超过300米。不但有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层官员亲自到场吊唁，还有众多当初受过阿嬷帮助的工人都到场送阿嬷最后一程，甚至还有人代表自己的父亲到场感谢阿嬷当年对父亲的恩惠。玉女阿嬷，你好，你做人真好，对这厝边真照顾。我会当做你的后生，而且我真甲你感谢。这个阿婆真正是在救家人较艰苦的人，真的很不简单，比一般的慈善人士所做的更大、更广，而且更深入。而曾经采访过阿嬷的台湾知名艺人许孝顺，也专程赶到现场送阿嬷最后一程。10块钱让大家可以饱餐一顿，让他觉得有希望。今天的这个场面其实呢，也真的是在的证明说，阿嬷其实留下来的是给所有人一个非常悸动的一个大爱。那承办这场告别式的礼仪师还透露说从凌晨天还没亮，就陆续有人来到现场向阿嬷上香。还有些人他并不是阿嬷的亲属，但却哭得像是痛失亲人。他们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平民百姓的葬礼会有这么多人到场吊唁。有个老师曾经说过，如果一生当中可以遇到一个不自私自利的、为别人付出的，
那你就是在人间遇到了一个活菩萨。我觉得阿嬷就是一个活菩萨。那阿嬷的儿子也特地回到故乡澎湖吉贝岛，为阿嬷设置一座雕像，纪念她一生的无私大爱。而澎湖县政府也将阿嬷的人生故事列为乡土教材，要把这份善与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古代有武训行乞办学，成为历史佳话。然而在上个世纪的台湾呢，也有一位现代武训，他是王冠英老先生。王冠英的一生绝对是个传奇。他1901年出生在中国山东省，跟武训是同乡。他读过私塾，对四书五经的传统文化非常热爱。后来因为中日关系紧张而加入军队。他先参加了抗日战争，再加入剿共战争，半生戎马。最后在1950年辗转来到台湾。他到台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共。他发现当时台湾人民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几乎不了解，也分不清敌我的概念，所以他骑着一辆破车子，带着他自己写的反共三字经，开始环岛宣传反共。那他的反共三字经浅显易懂，效果很好，所以1950年美国新闻处以1份1块钱的价格翻印了2万份，让王冠英赚了一笔。那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的2万块可不是小钱了，但王冠英却把这笔钱全捐了，捐给环岛路上遇到的贫困百姓。后来为了生活，王冠英开始做第二件事，就是收废品捡破烂，也就是资源回收。王冠英跟许多老兵一样，住在违章建筑里。他每天骑着3轮车，在今天台北的西门町一带收废品，生活过得非常拮据。不过王冠英心里始终怀抱一个梦想。他虽然只有小学肄业的学历，但是他始终记得读书与传统文化的重要。但他发现当时的台湾还比较贫困，很多家庭没有能力负担孩子念书，而且很多大人也没机会接触到书，所以文化水平有限。因此他决定做第3件事，就是兴学。但兴学要钱于是1955年开始，王冠英在他的3轮车上写上化缘积善，助学利人，请赐废物，功德无量16个字。他每天卖废品，省吃俭用的把钱攒下来，直到1961年，他终于存够了钱，做了第一次的兴学行动，捐书。他捐了300多本书给当时位于云林西螺的人文中学。那从那时起王冠英陆陆续续的存钱买书，把书捐给许多学校的图书馆。1966年，他成立一个台北市废物兴学促进会，他想要办学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但1968年，台湾开始实施9年国民义务教育了，那大多数人都可以上学了，所以王冠英决定改为成立图书馆，并且成立一个忠孝奖学金，来帮助那些贫苦家庭的孩子来读书。在1978年4月，王冠英的小小图书馆终于在一个地下室里开张了，藏书超过12000册。他希望让更多的孩子与大人都能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那虽然王冠英对于买书捐书毫不手软，但是他自己却过得非常克难。为了攒钱，他甚至连发霉的食物都舍不得丢。那曾经有位女士在街上拦住王冠英，想塞给他100块钱帮助他捐书，但王冠英却指着3轮车上的牌子“废物兴学”4个大字，他笑着婉拒了女士的好意。那王冠英也在车上写着“废物老人兴学专车”8个字，来表明自己的人生大愿。那王冠英不但送书给学校，包括美国的孔子文教基金会、纽约的圣若望大学、台湾的国父纪念馆等等，都说过王冠英的捐书。那王冠英都捐哪些书呢？你一定想不到，主要是《资治通鉴》、25史、十三经注书，还有康熙字典等等，都是比较冷门的书。他说因为这些书才代表中华文化。那王冠英的义举获得社会上的广泛支持与关注，许多人纷纷捐书到他的图书馆。那王冠英也获颁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台北市荣誉市民等等的荣誉。
1996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还特颁了一面勤俭心学的匾额给王冠英。到了1990年，王冠英因为身体不适结束了他的收废品工作。在1997年，王冠英被送进养老院，那他的图书馆也因此关闭了。李登辉夫妇还特意前往养老院探望他。在1998年12月，王冠英辞世，享受97岁。台湾各界纷纷表达哀悼，包括连战、孙运璇、陈水扁、马英九等蓝绿政要都纷纷出席追悼。为了纪念王冠英一生废物心学的善举，台北市图书馆也在1999年将古亭分馆改名为王冠英先生纪念图书馆，让这位现代武训的助学精神永远传承下去。他是《时代》杂志选出的2010年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他也是福布斯 Forbes 杂志选出的2010亚洲慈善英雄。但他是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卖菜阿姨，她叫陈树菊。陈树菊是许多台湾人耳熟能详的平民慈善家。他1950年出生在台湾云林西螺镇，后来跟着父亲搬到台东。他小学毕业的时候，母亲却因为难产过世了。从此，陈树菊便解代母职，接下母亲在市场的菜摊卖菜养家。在19岁那年他的小弟因为罹患流感不幸去世了。后来，他的二弟也因为车祸离世了。那这些伤痛让陈树菊感到人生无常，因此开始发愿捐款帮助各种公益事业，也从而开启了他的慈善之路。在1997年，他用自己卖菜积攒下来的100万元捐给母校仁爱国小，成立了急难救助奖学金。在2005年，他得知母校要筹钱新建图书馆，他一肩扛下了，拿出450万捐给仁爱国小。那这座图书馆也因此被命名为陈树菊图书馆。他也在当地的阿尼瑟福儿童之家认养了3名孤儿，并捐出100万元。他还每年定期捐赠了36000元来照顾这些孩子。那陈树菊一向是生活简朴认真工作，从早上2、3点出门批货，然后卖菜卖到晚上8、9点才回家。那他的行善事迹相当低调，直到2010年，他的事迹开始在媒体里传开了。那当年他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才一下子声名大噪，广为人知。时代杂志还邀请同样来自台湾的导演李安来写这篇短文。李安说，陈树菊虽然靠卖菜为生，但是他已经捐出将近1000万台币，相当于32万美元。而且陈树菊准备成立一个1000万的教育基金，来帮助贫困的儿童上学。不过这项荣誉背后还有个插曲因为陈树菊生活非常简单他不太看媒体，因此当总统府打电话给陈树菊通知他登上了《时代》杂志了，但是陈树菊却根本听不懂，不知道《时代》杂志是啥，以为是诈骗电话，就把总统府的电话给挂了。那同样是2010年，陈树菊也获选为福布斯杂志的亚太地区慈善英雄之一，并陆续受到其他国际媒体的关注报道。在2012年，陈树菊获得了菲律宾总统亲自颁发的麦格赛赛奖，获得5万美元奖金。那陈树菊二话不说，把这笔钱捐给了台东马偕医院。那获得这么多的国际大奖并没有改变陈树菊的人生，他依然是晚睡早起的在菜市场卖菜，依然省吃俭用的捐款帮助慈善公益。他的一生为别人奉献，他自己终身未婚，家徒四壁，却心里过得富足。在2018年，陈树菊昏倒在菜摊前，后来因为身体健康因素无法再经营生意了，才结束了他55年的卖菜生涯。那今年6月，台东大学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给陈树菊。那他很谦虚地说：“谢谢大家没有嫌弃他在路边摊卖菜。”好，陈树菊的故事确实相当感动人心但是我最欣赏他说的一句话，很值得每一个人都好好深思。他说钱要给需要的人才有用。那就是这位慈善英雄留下的智慧名言。
好，最后这位神秘的善能量超人是谁呢？只要你把电脑屏幕或手机屏幕弄黑啊，你就会看到了。没错，就是你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让善发光，用善照亮别人的生命。比方说，这次涌入花莲光复乡的几十万铲子超人呢，他们虽然彼此不认识，却拥有同样的信念与善心，帮助灾民迅速恢复生活，让灾民们感动又感谢。还有云林虎尾的婆婆的店，婆婆用超便宜的铜板价卖面给大学生们，不计成本的照顾他们的生活，让离家读书的学生啊感受到好像身在家里的温暖。再看这位高中同学，他看见有老爷爷坐着轮椅上公交车，他默默地伸出一只脚挡在轮椅的后方，避免轮椅晃动。而当学校想公开表扬这位同学时，同学却说这是举手之劳而已啊，婉拒被表扬。还有这位公交车司机，下雨天了，他看到了想搭车的乘客是位身障人士，在地上慢慢地爬行，他二话不说走过去，跪下来把乘客抱了起来，送上车。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善心默默地发光，照亮别人的生命。那也难怪，无论是外国人或者中国人，到了台湾之后，印象最难忘的都是台湾人的善良与真诚。台湾啊，或许没有世界8大奇观那样的壮丽风景，但是呢，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2300多万的人民，那就是深入人心的世界第9大奇观。所以呢，您就是下一位善能量超人，您就是别人生命里的英雄。好，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